欢迎收听本期的深入探讨。今天啊，咱们要聊一个话题，可能会让你对现实这两个字，产生一些全新的想法。平时咱们都觉得这个世界，你看桌子、椅子、花草、树木，甚至时间和空间，都是实实在在的，对吧？对，客观存在，摸得着、看得见。就算你不看它，月亮也好好的挂在天上，但有没有可能，就说这一切都只是我们的大脑，或者说咱们的意识给我们看的一个用户界面呢？这个想法听起来确实是有点颠覆性的，但它背后呢，其实有非常严肃的科学论证来支撑。哦，是吗？对，提出这个观点的，就是一位叫唐纳德·霍夫曼的认知科学家。他和他的合作者们弄出了一套理论框架，叫做意识主体理论。意识主体理论。它的核心观点跟你刚才说的有点像，就是可能不是物质世界产生了意识，反而是意识才是构成这个现实世界的最基本的东西。等等，这就完全反过来了。我们一直以为意识是大脑活动的副产品，是个配角。现在你说它才是主角儿。没错，按照霍夫曼这个理论的看法是这样的。那我们熟悉的物理世界呢？时空啊、基本粒子啊、能量啊，这些又算什么？这个理论认为这些我们熟悉的东西更像是那个基础的意识活动所产生的一种，可以想象成一个显示屏，或者像是一个虚拟现实头盔里的景象。哇，显示屏或者头盔。对，所以呢，这次咱们就一起来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意识主体理论，看看霍夫曼他到底为什么要质疑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时空。他说的那个意识主体具体又是什么，以及这整套理论它怎么去尝试解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物理世界，甚至它跟进化论都能扯上关系。听起来这绝对是一次信息量巨大，而且相当烧脑的探索了。没错，会有点挑战，但非常有意思。好，那咱们就从头开始吧。我们对时空啊、物质啊这些存在的信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了。霍夫曼为什么要挑战这么一个基本的假设呢？他的理由是什么？他主要是从两个大的方面来提出质疑的。一个呢是现代物理学本身就遇到了一些难题，另一个呢就是进化论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启示。哦，物理学自己都开始怀疑时空了，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可以这么说，当然不是说所有物理学家都这么认为，但确实有一部分前沿的物理学家在思考这个问题。问题主要出在非常非常小的尺度上。多小？就是物理学家说的那个普朗克尺度，大概是10⁻³次方厘米，10⁻43次方秒那么小，小到不可思议。确实无法想象。当物理学家试图用他们现有的最成功的理论，比如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去描述那么小尺度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理论本身好像就卡壳了。卡壳了？怎么说？简单理解就是，物理定律似乎在阻止我们无限精确地去看或者测量那个尺度的时空。阻止我们？对，你想根据量子理论，你要想看清楚一个更小的东西，你需要用波长更短的光，或者说能量更高的探测手段，对吧？这个我知道，像显微镜一样。但是能量越高，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 E 等于 mc 平方，它的质量也就越大。当能量集中到接近普朗克尺度的时候，这个能量本身就会产生巨大的引力，把那块时空给压垮了，形成一个微型的黑洞。形成黑洞？对，结果呢，你想看的那个点反而被黑洞给藏起来了，观测本身就失败了。这就像是我想看清屏幕上的一个像素点，结果手指头戳得太用力，直接把屏幕戳穿了。哈哈，这个比喻很形象，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任何测量仪器本身也是物理系统，也要遵守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精确测量那个。对，你要想测量得更精确，你的仪器就得更复杂、更大。但仪器越来越大，它自身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大，最终大到
它自己也会塌缩成一个黑洞，把测量给毁了。所以物理定律本身好像就在那里设了个坎儿，说到此为止，再往下看不清了。就是这个感觉。所以一些顶尖的物理学家，比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那个尼玛·阿卡尼哈米德，他就公开说过一句话，叫做 "Space-time is doomed"， 时空注定要消亡。时空注定要消亡，这话分量很重啊。对，他们觉得时空可能并不是宇宙最底层的结构，它背后应该有更深刻的东西。他们甚至在研究粒子散射，就是粒子碰撞的时候发现，如果跳出我们熟悉的3维或4维时空框架，跳出时空，对，用一些全新的抽象的几何结构来计算，比如阿卡尼哈米德他们提出的一个叫振幅 Hadron 的玩意儿，振幅 Hadron，一个高维的几何体，用这个东西来算粒子碰撞的结果，那些本来需要几百页纸推导的复杂公式，一下子就变得惊人的简单。真的假的？几百页变相？说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的简化，这就强烈暗示了我们熟悉的时空可能真的只是某种更深层现实投射出来的表面现象，或者说是一种涌现出来的结构。哇，这确实是从物理学内部给霍夫曼的观点提供了一些佐证啊。那进化论这边呢？进化论跟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不是真实的？这怎么会扯上关系？这个是霍夫曼理论的另一个关键支柱，甚至可以说是他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他提出了一个叫做适应性胜过真相的定理，英文是 Fitness Beats Truth， 简称 FBT。适应性胜过真相 ，FBT 定理。对，他和他的同事们运用了进化博弈论和大量的计算器模拟来进行研究。进化博弈论、计算器模拟，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他们就设定一些虚拟的生物，让他们在一个模拟环境里竞争生存。这些生物有不同的感知策略，有的策略是尽可能精确地感知环境的真实状态，我们叫它真相策略。就是力求客观。另外一些策略呢，他们不关心环境的真相是什么，他们只关心环境里的某些特征能不能给他们带来适应性回报，比如能不能找到食物，能不能成功繁殖。我们叫它界面策略或者适应性策略。一个追求真理，一个追求实用，然后呢？然后就让这些不同策略的虚拟生物互相竞争，看经过很多代的演化之后，哪种策略能胜出，能留下更多的后代。结果呢？我猜肯定是追求真理的赢了吧，毕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看得越清楚，生存优势越大，这不是很自然的想法吗？这正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直觉。但霍夫曼他们的模拟结果恰恰相反，几乎在所有模拟场景下，真相策略都被那些只关注适应性回报的界面策略给无情地淘汰了。什么？看得准的反而输了？这不合常理呀！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 FBT 定理的核心洞见。霍夫曼认为我们的直觉在这里是错的，原因主要有2点。你说。第一，感知和处理关于客观真相的信息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你想想，真实世界都有多复杂，光是空气中所有分子的位置和动量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要精确感知和计算这些信息，需要消耗海量的能量和计算资源。对，大脑本来就很耗能了。自然选择才不管你理不理解宇宙，它只关心效率，它倾向于那些更节能、更廉价的感知方式。一个简单的快捷方式，哪怕它完全不符合现实，只要能大概率引导你做出正确的生存行为，就比一个耗费巨大的真相探测器有优势。有点道理。就像我们不需要知道手机芯片内部的电子运动，只需要知道按哪个图标能打电话就行。非常好的类比，就是第2点原因。对生存和繁殖有用的信息，也就是适应性回报，和世界的真实物理结构之间通常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它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同态关系。同态关系就是说，感知到的结构并不需要映射或者反映真实世界的结构。举个例子，假设有一种虚拟生物，它的真实资源分布是某种复杂的连续函数，但它的适应性回报函数很简单，资源低于某个月值就没回报，高于月值就有回报。那么一个只感知有回报、无回报这2个状态的简单界面策略，就比一个试图去精确感知那个复杂连续函数的真相策略要有效得多，也廉价得多。
看到能吃的高回报信号就去吃，看到危险的低回报或负回报信号就躲开，这比分析清楚对方的分子构成要实用。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所以进化选择的不是让我们成为客观的科学家，而是让我们成为高效的生存机器。完全正确。自然选择塑造了我们的感知系统，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真相，而是为了让我们能繁衍后代。用霍夫曼的话说，感知是为了行动，而不是为了求知。感知是为了行动，不是为了求知。这句话很有冲击力。那这个 FBT 定理就直接导向了他的那个界面感知理论了。对， FBT 定理是界面感知理论 Interface Theory of Perception ITP 的进化论基础。ITP 就是说，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包括三维空间、时间、颜色、声音、物体，都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直接反应，而更像是一个物种特有的用户界面。就像你刚才说的电脑桌面的那个比喻。对，这个比喻非常核心。你想想电脑桌面上的那个文件图标，比如说一个蓝色的长方形，这个图标的颜色蓝色，形状长方形，在屏幕上的位置，比如右下角，跟电脑硬盘里存储这个文件的实际物理状态，那些电压呀、电路啊、磁场啊，有任何相似的地方吗？仔细想想，好像完全没有，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图标只是个符号，代表那个文件，方便我们去点击、拖动、删除。没错，图标的作用就是隐藏那个复杂到我们普通用户不需要也无法理解的底层硬件真相，然后提供一个简单、直观、有用的虚构来引导我们进行有效的操作。我明白了。所以霍夫曼是说，我们感知的整个世界就像这个电脑桌面嘛？正是如此，我们感知到的三维空间就是那个桌面，我们看到的桌子、椅子、苹果、月亮就是桌面上的图标。它们的颜色、形状、质地，甚至它们存在于空间中这个感觉本身，都只是这个界面的特征，而不是那个界面背后的客观现实的属性。这个推论真是越来越激进了。所以我眼前的这个麦克风，它的黑色，它的圆柱形，它在我面前占据一定空间，这些都只是我意识界面的图标属性。按照 ITP 的观点，是的，它们是你这个物种智人的用户界面上的符号。其他物种，比如蝙蝠，它的界面可能就完全不同，可能是基于回声定位的某种声学空间和声学图标。那如果这些都只是界面的话，当我们不去看、不去感知的时候，这些图标还存在吗？就像我不看电脑屏幕时，桌面图标还在硬盘里吗？哦，不对，文件还在硬盘里，但图标只在屏幕显示时存在。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ITP 对物体恒存性 （Object Permanence） 提出了挑战。我们都觉得东西在我们不看它的时候依然存在，比如皮亚杰研究婴儿，发现他们到一定阶段会明白，藏起来的玩具并没有消失。爱因斯坦也问过类似的问题：我不看月亮时，月亮是否依然存在？对啊，我们都觉得当然存在。但 ITP 认为，这可能也只是我们界面的一个设定，一个有用的虚构，就像电脑桌面图标。当你最小化窗口或者关掉屏幕时，那个特定的视觉呈现就消失了，虽然对应的文件数据还在。霍夫曼的观点更彻底，他认为不仅是说石头里面大部分是空的，这是卢瑟福实验以来的物理常识，而是当你完全不与那个石头图标背后的现实互动时，那个我们感知的石头本身，连同它所在的空间和时间，可能都不以我们所想的那种方式存在，连空间和时间都可能不存在。在我们不感知它们的时候，可能不存在于我们感知的那个界面里。这比说原子、夸克这些基本粒子只是图标更近了一步。他认为时空本身也是这个界面的基本画布。我的天哪，那物理因果关系呢？比如我推一下杯子，杯子倒了，这个推导致倒的关系也是虚构的。也是界面上的有用虚构，就像你把文件图标拖到回收站图标上，
然后文件就被删除了。看起来是图标的移动导致了文件的删除，对吧？界面上是这么操作的。但真正的因果关系发生在你看不到的计算机内部，是你的鼠标操作被翻译成电信号，触发了操作系统的一系列指令，最后改变了硬盘上的词记录等等。界面上的拖动导致删除，只是一个简化了的方便你理解和操作的表象。霍夫曼认为，物理世界里的因果链，比如台球的碰撞，可能也是类似的道理。它们是界面层面的关联，不一定是那个终极现实里的真实因果。这么说来，我们整个科学史好像就是不断发现我们的直觉感知是界面而非真相的过程。从地心说到日心说，说得非常好。哥白尼、开伯勒，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感觉地球是静止的，太阳在动，但现实并非如此。ITP 可以看作是这种认知革命的又一次深化，它把修整的对象从天体运动这种外部世界的结构，直接推进到了我们感知体验本身的基础——时空和物体。好吧，我感觉我的世界观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如果时空和物体都只是我们意识的界面，那这个界面背后那个所谓的终极现实，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运行这个界面呢？问得好，这自然就引出了霍夫曼理论的下一步，也是他理论的核心构造——意识现实主义。意识现实主义。对，他的答案是，那个界面背后的真实世界完全由意识主体 （conscious agents，CA） 构成的。意识主体啊，终于到这个核心概念了。没错。这个观点认为，现实的基本砖块不是什么粒子、场或者时空，而是意识本身。不是物质通过复杂组合涌现出意识，而是无数的意识主体通过相互作用，共同编织出了我们所感知的那个物理世界界面。所以，现实等于意识主体网络，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当然，我们需要弄清楚他说的意识主体到底是什么。对，这个主体听起来像是有感觉、能思考、会行动的东西，能不能通俗地描述一下？他给过一个非正式的描述，还画了个图。图一，你可以想象一个意识主体，它能拥有各种主观的体验，比如看到红色、感到疼痛、产生一个想法等等。就是我们的主观感受，或者说感受质跨量。对。然后呢，基于他当前的体验，他会做出某种决策 decide， 决定下一步要干什么，做出选择。然后呢，他会根据决策采取某种行动 act。这个行动会影响到他所处的世界，或者说网络 network。这个网络是由其他意识主体构成的，影响其他主体。最后，他又能从这个网络中感知 perceive 到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又会引发他新的体验，然后这个循环就不断进行下去。体验、决策、行动，影响网络、感知、新体验等等。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有点像社交网络上的用户。哦，你说说看。比如我在刷微博，我看到一条信息，这就是体验，然后我决定点个赞或者转发，这就是决策，然后我按下了按钮发出去了，这就是行动。这条信息就出现在别人的时间线上，可能影响了他们的想法，影响了网络，同时我又看到了新的推送，再次感知。哈哈，这个类比非常精彩，确实很贴切。他抓住了信息流动、相互影响和循环反馈的核心特征。霍夫曼自己也用过类似社交网络，比如推特的比喻。那这个只是个比喻，它有更严格的定义吗？当然，作为一个数学模型，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形式化的定义。一个意識主体 C 被定义为一个六元组 ，C 等于 XX、GG、WW、PDAN。哇，六元组，这听起来就有点数学了。能稍微解释一下每个部分代表什么吗？我们试着简单解释一下，不用太纠结数学细节。XX 代表这个主体的所有可能的体验组成的一个空间，叫体验空间或感受值空间，比如所有可能的颜色、声音、情绪等等的集合。用数学术语说，它是一个可测空间，这保证了我们可以谈论体验发生的概率。GG 类似地是所有可能的行动组成的空间，叫行动空间。WW
是这个主体所能感知的世界状态的空间。按照意识现实主义，这个世界 W 本身也是由其他意识主体构成的网络。好，体验空间 X， 行动空间 G， 世界空间 W。然后是3个核心的核函数 kernels， 它们本质上是描述概率转换的规则，可以看作是信息通道。P perception kernel 感知核，它描述了从某个世界状态 W 到主体产生某种体验 X 的概率 W 进 X 出。D decision kernel 决策核，它描述了主体在有了某种体验 X 之后，选择采取某种行动 G 的概率 X 进 G 出。A action kernel 行动核，它描述了主体采取了某个行动 G 之后，对世界状态 W 产生影响的概率 G 进 W 出。P 是感知 ，D 是决策 ，A 是行动，概率性的转换。对，都是概率性的，不是完全确定的。最后还有一个 N， 就是一个整数计数器，简单的记录这个主体经历了多少次体验的序列。N 是个计数器，好，这就是一个意识主体的数学骨架。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有几点。第一，这些核函数都是马尔科夫分，意味着状态之间的转换只依赖于当前状态，和过去的历史无关，或者说历史信息已经包含在当前状态里了。这使得整个系统用马尔科夫链的数学工具来分析。马尔科夫链，第二点，也是最根本的一点，这个定义完全没有提到任何物理的东西，没有大脑，没有神经元，没有能量，没有时空。意识体验、选择、行动本身就是最基础的元素。这和很多其他意识理论，比如整合信息理论 （IIT） 有本质区别。那些理论通常还是假设意识需要从某个物理基底，比如大脑结构中涌现出来。对，这个确实是根本不同。他把物理世界看作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正是如此，物理世界包括时空，都只是这些纯粹的意识主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那个界面，或者说头衔。第三点，这个定义试图遵循奥卡姆剃刀原则，就是说尽量用最少的假设。它只假设了体验、选择、行动和序列的存在，其他一切，比如我们感受到的物理现实，都需要从这些基本假设中推导出来。听起来逻辑上很自洽。那这些单个的意识主体，它们又是怎么相互连接、相互作用，形成那个所谓的网络或者世界的呢？这里就开始变得非常有趣了吧？的确，这里开始进入更复杂的层面了。意识主体之间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连接起来，形成复杂的网络结构。数学上讲，这些网络是伪图，就是允许节点自己连自己，以及节点之间有多条连接。伪图，好，最简单的情况，比如两个主体怎么连？两个主体，比如 C1 和 C2， 它们可以通过一种叫做无相连接 （undirected join） 的方式结合，可以表示为 C1、C2。无相连接像朋友关系一样是双向的。对，在这种情况下 ，C1 的世界 W1 就包含了 C2 的状态，同时 C2 的世界 W2 也包含了 C1 的状态，它们互为对方的环境。要实现这种连接，需要满足一些数学上的兼容性条件。基本上就是说 ，C1 感知到的来自 C2 的信息 P1 必须等于 C2 作用于 C1 的行动 A2， 反之亦然。A2 等于 P2， 而且它们的体验计数器 N 必须同步 ，N1 等于 N2。听起来像是它们之间建立了一个实时的双向的信息通道。可以这么理解。那3个或者更多的主体呢，它们就可以形成更复杂的网络了。比如 C1 可能同时连接到 C2 和 C3， 像一个三角形或者更复杂的网状。对，这时候描述感知的那个核函数 P 就需要用数学上的张量积 tensor product 来表示了。比如 P1 等于 P2 叫 P13， 这表示主体 C1 同时从 C2 和 C3 接受信息，并且假定这两个信息来源在概率上是相互独立的。张量积，表示组合输入。除了这种双向的无相连接，还有别的连接方式吗？还有有相连接。比如 C1 透 C2 表示 C1 的行动会影响 C2 的体验，但 C2 的行动不直接影响 C1， 就像信息是单向流动的。像老师对学生讲话，
或者我看着月亮，我看到月亮，月亮影响我，但我看月亮这个动作本身对月亮没啥直接影响。可以这么类比。当然，在 CAT 里，月亮本身也是由意识主体构成的，但可能这个互动主要是单向的。好，那这些由主体和连接构成的网络，它们能干什么呢？关键在于，霍夫曼他们证明了这种意识主体网络具有计算普适性。计算普适性就是说，它能进行任何计算，像图灵机或者我们现在的计算机一样吗？没错，这意味着原则上你可以用这种意识主体网络来模拟任何算法，包括学习、记忆、问题解决，甚至更复杂的认知现象，比如产生自我意识、体验到自由意识等等。这些复杂的认知功能都可能只是这个意识主体网络特定结构和动力学模式的表现。哇，这可就厉害了，等于说意识活动本身就具备了通用计算的能力，不需要依赖于一个物理的计算机大脑。对，这是他理论的一个核心推论。智能和计算能力是意识网络内在的属性，而不是物理系统偶然产生的功能。好，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由主体构成的可以进行复杂计算的网络。那这个网络是静态的吗？还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这些主体之间的互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动态演化呢？问得好，这个网络绝对不是静态的，它是高度动态的。描述这种动态演化的数学工具，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马尔科夫链动力学 （Markov Chain Dynamics）。马尔科夫链，能再稍微解释一下吗？简单说，马尔科夫链就是一个系统在一系列状态之间，随着时间一步一步地进行概率性转移的过程。每一步转移的概率只取决于当前所处的状态，跟之前是怎么到达这个状态的无关。就像扔骰子，下一次扔出几点值跟骰子本身有关，跟你上一次扔出几点没关系。对，对于一个意识主体来说，它的状态就是它的体验，那些属于空间的 X 的感受质。那么它的动力学核心就是一个叫做体验核 （Qualia Kernel）， 我们用 Q 来表示。体验核 Q， 这个 Q 描述的是，如果这个主体当前的体验是 E， 那么它下一个时刻的体验将会是1的概率是多少？也就是 Q1 E'。这个 Q 本身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由我们前面定义的3个基本核 P、D、A 组合起来的。Q 等于 DAP。这里的乘法是核函数的复合运算，类似于矩阵乘法。它代表了主体通过决策、行动，在感知这个完整循环后，体验状态发生变化的概率。所以 Q 等于 DEP 概括了主体自身体验的演化规律。正是如此。这个 Q 矩阵，如果体验状态是有限的，就决定了主体体验序列的统计特性。同时，这个过程也含有了一个贝斯学习的过程。主体根据接收到的信息、新的体验，不断更新它内部的模型，也就是调整它的决策和地，以便更好地适应环境、其他主体。那么，所有可能的这种 Q 矩阵，它们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呢？这个空间在数学上很有意思。如果一个主体有 n 种可能的体验状态，那么所有可能的 n 乘 n 的马尔科夫转移证券 Q 就构成了一个几何对象，叫做马尔科夫多胞体 （Markov Polytope），记作 Mn。马尔科夫多胞体 Mn？ 对，它是一个高维的凸多胞体，镶嵌在一个 nxn 维的实数空间里，它的维度是 n 乘 n 减1。n 乘 n 减1维。听起来就很抽象了，有没有简单的例子？最简单的例子是 M2， 也就是只有2种体验状态的主体，比如开和关、高兴和不高兴。它的 Q 矩阵是 2x2 的。这个 M2 多胞体其实就是一个单位正方形。一个正方形。对，它的4个顶点分别对应4种完全确定的转移规则，比如状态不变、恒等矩阵 I、状态翻转、NOT 矩阵，以及始终进入状态1或状态2。正方形内部的点就代表各种概率性的转移规则。哦，这样就形象多了。那 M3 呢？3种状态。M3 就复杂多了，它是一个3乘3减1等于6维的多胞体，镶嵌在3乘2等于9维空间里。它的几何结构非常丰富，
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面，包括三角形、正方形、五边形，甚至还有立体的棱柱和立方体作为它的边界。难以想象。那在这个多胞体内部，动力学是怎么表现的？在这个 Mn 空间里，可以定义一个流场，它告诉我们一个主体的转移真卷 Q 会倾向于往那个方向变化。霍夫曼他们推导出了一个描述这个流动的方程，大致是 dq dt 等于 q 减 q 的 q 只看非对角现象。这个流度会把 q 推向某些特殊的状态。特殊的状态，比如稳态核，这些是满足 q 减 q 的 q 的转移正卷，它们代表了动力学的不动点，一旦到达就不会再变了。在 M2 那个正方形里，这些稳态核对应着连接10和01这两点的对角线，但不包括横等矩阵那个点。还有一个概念是不变测度，用 μ 表示，它描述的是在长时间演化之后，这个主体处于每种体验状态的平均概率是多少。它满足 μq 等于 μ。我们了解了单个主体的动态演化，但之前你也提到主体之间可以连接，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很早就提出来了，叫做意识的组合难题 Combination problem。是的，这是意识研究领域的一座大山。问题就是，如果存在很多基本的意识单元，比如霍夫曼的意识主体，或者有些理论认为是神经元的某种初级意识，那它们是怎么组合成我们现在体验到的这种单一的、统一的、丰富的意识呢？比如我现在的意识，感觉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堆分离的感觉拼凑起来的。这个整体性是怎么来的？难道是第一个意识加上第100个意识，突然砰的一下冒出来第101种感觉，也就是整体的感觉吗？这听起来很神秘。你描述的非常到位，这就是组合难题的核心。简单的意识如何构成复杂的统一意识？很多理论在这里都遇到了困难。而霍夫曼的意识主体理论 COAT 声称对这个问题提供了数学上精确的解决方式。数学上的解决方式是什么？他提出了2种主要的机制，一种叫做组合 combination or joining， 另一种叫做融合 fusion。组合和融合听起来有点像，但有什么区别？我们先说组合。霍夫曼他们证明了几个定理，比如无相组合定理 Sum One。这个定理说，如果你有2个或更多通过无相连接C1、C2 联系起来的意识主体，你可以在数学上严格地构成出一个新的、单一的、更复杂的意识主体 C。把2个组合成一个新的，怎么做到的？这个新的主体 C 的状态空间是原来2个主体状态空间的笛卡尔积。比如，它的体验空间 X 就是 X1 乘以 X2。意思是它的一个体验状态是由 C1 的一个体验和 C2 的一个体验共同组成的。它的行动空间 G 也是 G1 乘以 G2， 就是把可能性都乘起来。对，然后这个新主体 C 的感知和 P， 决策和 D， 行动和 A， 初始时可以看作是原来2个主体对应核函数的张量积 ，P 等于P1 乘以 P2，D 等于 D1 乘以 D2，A 等于 A1 乘以 A2。这表示一开始他们的决策可能是相对独立的。但是关键在于，随着 C1 和 C2 通过那个 P1 等于 A2，A1 等于 P2 的反馈回路持续互动，这个组合后的新主体 C 的动力学，在长时间的渐进极限下，它的核函数尤其是决策和 D 将不再是简单的张量积形式 D1 乘以 D2， 不再是简单的乘积了，那变成什么了？它会演变成一个更复杂的、整合了2者信息的统一决策核心。这意味着 C1 和 C2 不再是独立决策了，它们之间产生了真正的整合和纠缠，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新的主体 C 就代表了 C1 和 C2 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意识。所以这个统一性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通过主体间持续的互动和信息整合，在数学上演化出来的。正是这个意思，它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机制，说明部分如何形成整体。
霍夫曼还提到，这种无相组合产生的新主体 C， 它的世界 W 就是它自身，包含了 C1 和 C2。这可能为内省，也就是意识反观自身，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模型。有意思。那有相连接 C1 向 C2 也能组合吗？也能。有相组合定理 Theorem 2 说，一个有相连接也能构建出一个新的单一主体 C。它的构建方式略有不同，比如体验空间可能只取 X1， 行动空间取 AG， 但关键在于它的决策和 D 变成了 D1、A1、D2 和函数的复合矩阵乘法。这个结构把 C2 的整个体验空间 X2 都整合进了新主体 C 的决策过程里。霍夫曼甚至推测，这可能意味着做决策这个过程本身也可能伴随着某种主观体验。做决策也有体验。好，那是不是只有相邻的主体才能组合？霍夫曼提出了一个组合猜想 Conjecture 3， 认为在一个复杂的意识主体网络伪图中，任意一个子集的主体，无论它们是否直接相连，都可以被组合成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意识主体。任意子集都可以？对，这就意味着意识主体可能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层级嵌套结构，就像细胞组成组织，组织组成器官，器官组成身体一样。简单的意识主体可以层层组合成越来越复杂的意识主体。这个层级嵌套的想法很符合我们对复杂系统的认识。好，这是组合。那融合 fusion 又是什么？融合跟我们前面讲的马尔科夫链动力学的长期行为有关。记得我们说过，动力学 Q 会趋向于某些稳态核吗？ Q 平棒等于 Q 吗？记得那些是 Mn 多胞体里的不动点。当动力学趋向于这些稳态核时，可能会发生融合。融合的一个数学标志是描述主体互动的那个 Q 矩阵的质 rank 下降了。质阵的质下降，这是什么意思？简单说，比如一个 nxn 的矩阵，如果它的很多行变得完全一样了，那它的质就会小于 n。在意识主体的语境下，矩阵质的下降被认为是多个主体融为一体的数学信号，它们不再是 n 个独立变化的维度了，而是合并成了一个更简单的、维度更低的新主体。多个主体变成一个更简单的？对，融合成一个统一体。而且霍夫曼认为，这个融合过程可能伴随着新体验的创生。新体验的产生？这个融合过程在 Mn 多胞体里也有对应的几何结构。所有代表 n 个主体完全融合，也就是矩阵质降为1的稳态核，构成了一个 n-1 维的单纯形 simplex， 称为融合单纯形 fusion simplex Fn。单纯形像点线段三角形四面体这种？对，比如在 M2 那个正方形里，融合单纯形 F2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条对角线 y 等于1减 x。在 M3 里 ，F3 就是一个2维的等边三角形。那如果不是完全融合，只是部分融合呢？也有对应的结构，叫做部分融合复形 （partial fusion complex F(n)Q)， 它代表主体部分融合，形成质为 Q(1kn) 的新主体的可能性。比如在 M3 里，有代表质为2的融合状态的结构是6条线段组成的。好的，那么回到那个组合难题 ，CAT 通过组合和融合这两个机制，具体是怎么回应詹姆斯的挑战的呢？他从2个层面回应：一、体验如何组合。新的组合主体，比如体验空间是 x1 乘 x2， 或者融合后的主体，其数学结构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框架，来描述原本分离的体验是如何混合、池化或者产生新体验的，不再需要神秘的第101种感觉。2、主体如何组合成统一体。CAT 通过定理1和定理2，直接在数学上构建出了新的统一的意识主体。这个新主体的属性，比如它的渐进行为、它的信息整合能力，都可以从构成它的那些子主体的结构或互动规则中推导出来。这就避免了詹姆斯所批评的那种空谈，而是提供了一个可计算的具体的组合机制。霍夫曼认为，
这是第一个关于主体如何组合的严格理论。听起来他确实尝试用数学语言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有没有可能，所有的意识主体最终都能组合或者融合，变成一个终极的、唯一的意识主体？像有些东方哲学或者神秘主义提到的泛我合一，薛定谔好像也提过类似的想法。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理论上，从组合的角度看，如果你从可数无限个基本主体出发，通过组合，比如取笛卡尔基和融合，你可以产生出越来越复杂的，甚至超越可数无穷的主体，达到康托尔层级里更高阶的无穷大。所以，这个探索似乎是永无止境，不一定有一个最终的唯一主体。探索永无止境。好吧。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纯粹由意识主体构成的动态演化的可以组合和融合的抽象世界，这幅图景已经非常令人震撼了。但它跟我们日常经验里的那个物理世界，粒子啊、力啊、空间啊、时间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抽象的数学和动力学最终意味着什么？怎么跟物理学接上管儿？对，这绝对是最关键也是最大胆的一步。怎么从这个纯粹意识的世界导出我们熟悉的物理世界？这里的桥梁就是所谓的投影假说 projection hypothesis。 对，中文我读了口误，就是 projection hypothesis。 是的，这个假说认为，我们观测到的所有物理现象，包括粒子、力，甚至时空本身，都不过是那个极其复杂的意识主体网络及其动力学在某个特定的界面，也就是我们这个物种的感知和测量系统所呈现出来的投影。投影还是有点抽象，有没有更具体的线索？为什么会想到是投影？线索主要还是来自物理学内部。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物理学家在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比如粒子碰撞后会飞出什么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计算这些碰撞结果，称为散射振幅的传统方法，基于时空和量子场论，异常复杂，经常需要用到几百甚至几千项的费曼图。但是后来物理学家发现，最终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的简单。比如有个著名的 Parker-Taylor 公式，把一个复杂的散射过程结果写成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单项表达式。复杂过程，简单结果。对，这让物理学家们觉得背后一定有更深刻的原理。可能我们一直以来描述物理的方式，基于时空，抓错了重点，然后就有了像阿卡尼哈密德他们提出的那些超越时空的几何结构。那个正负黑针，对，正负黑针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它是一个存在于某个抽象数学空间里的高维几何对象，跟我们熟悉的四维时空没有直接关系。它甚至没有量子力学里常用的希尔伯特空间的概念，完全跳出去了。是的，但神奇的是，这个几何体的不同面，或者说它的体积，通过某种数学上的投影操作，就可以直接给出粒子散射的振幅。而且我们物理学里认为非常基本的一些性质，比如时空的局域性、相互作用只发生在临近点、妖正性、概率守恒，在正负黑针那里，似乎是这个几何体自身结构所带来的自然结果，而不是需要额外假设的公理。也就是说，时空和物理定律可能是那个更深层几何结构投影下来的影子。可以这么理解。还有类似的概念，比如描述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宇宙学多胞体 cosmological polytopes， 这些都指向一个可能性：物理现实的底层可能是一种与时空无关的组合或几何结构。好，物理学这边有线索了，那霍夫曼的意识主体网络怎么跟这些物理上的新几何结构联系起来呢？连接的纽带是什么？这就是霍夫曼他们近些年研究的重点。他们发现了一个可能的连接纽带，叫做修饰排列。修饰排列，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来自组合数学的研究对象。简单说，就是对一组数字的排列做一些额外的标记。关键在于，霍夫曼等人发现，这种修饰排列似乎扮演了一个通用语言的角色。它们不仅能够用来分类那些物理学家发现的正几何，譬如正负黑针，同时它们也能够用来分类我们前面提到的马尔科夫链动力学中的重要结构。
它能同时描述物理几何和意识动力学？对，具体来说是马尔科夫链中的常泛同性类 （Recurrent Communicating Classes，RCCS）。常泛通信类 RCC， 这又是什么？在一个马尔科夫链里 ，RCC 就是一组状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这组状态内部任何一个状态都可以通过若干步打到其他任何一个状态；第二，一旦进入了这个状态组，就永远不会离开，总是在里面打转。你可以想象成意识主体网络动力学中一些稳定运行的子程序或者小循环。像一个自洽的闭环。霍夫曼他们发现，存在一个规范的数学映射，可以从一个马尔科夫核 Q 代表意识主体的动力学，映射到一种修饰排列。也就是说，意识主体的动态模式可以被这种组合数学对象来分类。而这种组合数学对象又能分类物理上的那些新几何。正是如此，这就建立了一条可能的连接链条。霍夫曼在一篇论文里画了一个流程图 ，Ivans 图2，大致是这样的：意识主体网络通过观察采样得到际链 trace chain， 分析际链得到常泛同心类 RCCS，RCCS 映射到修饰排列，修饰排列再结合其他信息如螺旋性，可以构造出正负 hadron 正几何。正几何的性质决定了散色振幅。散色振幅在我们熟悉的界面上就表现为时空中的粒子及其相互作用。哇，这条链条真是跨越了意识数学和物理。对，非常宏大。基于这个连接，他们提出了一个核心猜想，叫做主体粒子对应猜想。主体粒子对应，这个猜想就是说，我们在时空中观测到的一个基本粒子，实际上是某个意识主体网络中的常泛通讯类 RCC 的马尔科夫动力学在特定观测，也就是投影下的表现。粒子 RCC 的投影，可以这么理解，不同的 RCC 动力学模式投影出来就对应不同的粒子。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那我们熟悉的那些物理属性，比如粒子的波函数、位置、时间、动量、能量、质量、自旋，都要在这个框架下找到新的解释了。没错，这正是他们下一步要做的，尝试用意识主体的动力学来重构这些物理概念。他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对应关系，波函数 psi 可能对应于从意识主体动力学导出的一种辅助马尔科夫链时空链的调和阐述 harmonic function。 调和函数描述了动力学长期的渐进行为。霍夫曼有句很形象的话，粒子不是弦的振动，而是相互作用的意识主体的振动。意识主体的振动，位置 x 可能对应于动力学最终落入的那个 RCC 的某个特定状态 delta， 以及标示这个事件的函数。时间 t 可能就对应于马尔科夫链演化的步数 n， 动量 p， 波长 lambda， 周期 t， 这些可能都与那个 RCC 内部状态的数量 d-bro k 有关。他们提出的关系是 p 等于 h d-bro k， 而波长 lambda 和周期 t 就等于这个状态数 d-bro k。 能量 E 等于 h nu 和 nu 是 ET， 能量就等于 E 等于 hc d-bro k 等于 ht。 等等，动量和能量居然跟 RCC 里的状态数目有关，这太奇怪了。那量子力学里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呢？比如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精确知道，这个怎么解释？这个理论认为，不确定性原理的根源来自于观测这个行为的内在矛盾。观测在他们看来，就是对意识主体动力学进行扫描，得到我们前面说的际链。扫描。你要想清楚测量动量 p， 根据 p 等于 h d-bro k， 你就需要知道那个 RCC 的总状态数 d-bro k。要知道总数，你需要观察足够长的时间，让动力学把所有状态都走一遍，也就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扫描窗口。需要长期的观察。但如果你想精确测量粒子当前的位置 x， 也就是它当前处于 RCC 中的哪个具体状态 delta， 你需要尽可能快地拍照，也就是需要一个很短的采样窗口。一个要长，一个要短。对，这两个要求是相互冲突的。你不能同时既看得久
测准动量，又看得快，测准位置。这种测量条件上的根本冲突，就直接导致了我们熟悉的 delta x delta p 大于等于 h2。时间和能量的不确定性原理 delta E delta t 大于等于 h2，也可以用类似的逻辑推导出来。哇，把不确定性原理归结为观测方式的冲突，这个解释角度很新颖。那粒子的质量呢？质量是怎么来的？质量的解释也非常有趣，他们把它和信息论联系起来了。他们提议质量 m 可能对应于那个 RCC 动力学的熵率 entropy rate h。熵略 h 这是什么？熵率 h 衡量的是一个马克夫链平均每一步产生多少新的信息，或者说它的不确定性有多大。熵率越高，表示这个动力学过程越随机，越不可预测。熵率代表随机性。现在来看两种情况。零质量粒子，比如光子、胶子，他们认为这对应于熵率 h 等于0的 RCC。熵率为0，意味着这个 RCC 的动力学是完全周期性的 periodic， 没有任何随机性，就像一个钟表一样精确的重复。对于这种周期性 RCC， 他们推导出了能量 E 和动量 P 用状态数 n 代表的关系是 E 等于 P， 在自然单位之下，这正好符合零质量粒子的能量动量关系。周期性动力学等于零质量。有质量粒子，比如电子夸克，他们认为这对应于熵率 h 不等于0的 RCC。熵率大于0，意味着这个 RCC 的动力学是非周期性的 aperiodic， 它包含了一定的随机性或复杂性。对于这种非周期性 RCC， 他们推导出的能量动量关系是 E 等于根号下 P 方 plus H 方。如果把熵率 h 视作质量 m， 这就是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关系 E 等于根号下 P 方 C 方 plus m 方 C 方，在自然单位制 C 等于1下。E 等于根号下 P 方 plus H 方。所以质量本质上是动力学过程的随机性或信息率。对，这简直是石破天惊的联系。质量这个如此基本的物理属性，可能根植于意识主题网络动力学的信息特性。而且熵率 h 还跟 RCC 内部状态之间的平均往返时间 commute time 有关，这又把质量和动力学的时间尺度联系起来了。太不可思议了。那最后一个基本属性自旋呢？粒子有不同的自旋，比如电子是1/2，光子是1，这个怎么解释？自旋同样被赋予了一个来自马尔科夫动力学的解释。他们提议，粒子的自旋是其对应的 RCC 的一种叫做 C 自旋的属性的投影。C 自旋，这又是什么？ C 自旋 2i 被定义为马尔科夫和 Q 减去它的转质 Qt， 它衡量的是这个转移过程在时间繁衍下的不对称性，或者说是不是存在某种旋转的倾向。它是一个反对称矩阵，有大小、范数和方向、主方向。衡量旋转不对称性。他们认为，观测到的粒子的自旋量子数，比如0、1/2、1，和自旋的方向，比如向上或向下，就是这个内在的 C 自旋在我们的时空界面上投影出来的结果。投影的结果。比如，对于零质量粒子，我们知道它对应周期性的 RCC。周期性 RCC 的 C 自旋结构被证明对应于 n 维超立方体的对称性。这种结构没有特别优选的旋转轴，只有2种可能的手性或者说符号，对应体积是 +1 还是 -1。这正好和我们观测到的自旋为1的零质量粒子，比如光子，只有2种螺旋态 helicity +1 或 -1， 可以理解为自旋平行或反平行于运动方向，相吻合。连自旋的量子化和螺旋态都能跟动力学结构对应上，这就是他们声称能够做到的。当然，对于自旋为1/2的费米子，如电子的解释会更复杂一些，可能涉及到更精细的动力学结构。好吧，我们现在看到粒子本身以及它的各种基本属性、位置、动量、能量、质量、自旋，在这个理论里都被重新解释为意识主体网络动力，特别是 RCC 的某种投影或特征。
那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呢？比如夸克被强力束缚在质子内部，或者电子围绕原子核运动，这些怎么用意识主体来描述？这个理论也尝试用马尔可夫函 Q 的结构来建模粒子间的不同相互作用模式。他们画了一些示意图 ，traces 图11 ，ions 图13。自由粒子，如果几个粒子是自由的、互不影响的，那么描述它们整体的那个大的马尔可夫函 Q 应该是快对角的，也就是说，代表每个粒子的那些 RCC 是完全分离的，它们之间没有转移概率。各玩各的。束缚粒子，如果粒子被束缚在一起，比如电子在原子里，或者夸克构成质子，那么对应的那个大的 RCC 内部，虽然可能还能大致区分出代表各个粒子的区域，但这些区域之间存在着非零的，但相对较弱的转移概率。对应于快对角矩阵的非对角块有小的非零值，区域之间有联系了。他们引入了一个图论里的概念，叫做社群，就是一个网络中连接比较紧密的一些节点子集。束缚粒子就可以看作是这些社群结构的投影。这时候，总的熵率 H 对应总质量能量可以被分解为动能部分 Hk， 来自粒子自身的随机性质量，和势能部分 Hp， 来自束缚相互作用的随机性质量。当势能部分 Hp 大于0，但小于动能部分 Hk 时，就对应束缚态。质量还能分解成动能和势能部分。在这个信息论的框架下，是的，紧闭粒子 confinement 像质子内部的夸克那样被强力紧闭的情况，可能对应于 RCC 内部的相互作用项，非对角块变得非常强，甚至远大于粒子自身的项。Hp 大于 Hk 时，这意味着你无法再把它们看作是独立的粒子了，它们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霍夫曼他们甚至提出可以用多分土的结构来模拟这种情况，比如质子内部的3个价夸克可能对应于一个具有3分土结构的 RCC。用土结构来模拟强相互作用，很有意思。我们刚才讨论的好像都和量子力学、粒子物理有关。那相对论呢？特别是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它们和时空紧密相关。如果时空本身都只是界面，那相对论的那些效应，比如时间膨胀、长度收缩、引力弯曲时空，在这个理论里又处于什么位置？这也是一个非常深刻且仍在探索中的问题。霍夫曼和合作者也意识到，必须要把相对论纳入框架。他们找到了一些可能的线索，指向一种叫做几何代数 （geometric algebra） 的数学工具，特别是 G24 这个代数。G24 这个 G24 代数非常强大，它正好是描述我们四维明可夫斯基时空的共形几何 （conformal geometry） 的代数。共形几何研究的是那些保持角度不变的变化，它比我们熟悉的洛伦兹变化、狭义相对论的基础更广泛。有趣的是，这个 G24 也和超对称理论、彭若斯的扭量理论 （Twistor Theory） 都有密切联系。它和物理学的很多前沿都有关。那它跟意识主体有什么关系？霍夫曼他们发现，如果考虑2个相互作用的意识主体，它们各自有体验 X、行动 G 和计数器 N， 总共是6个量 X1、G1、N1、X2、G2、N2。这6个量似乎可以被映射到 G24 代数的6个生成元上。2个主体的状态对应共形时空代数的生成元。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对应，还需要深入研究。但它暗示了2个最简单的意识主体互动，其结构可能就内蕴了相对论时空，或者说其共形结构的种子。这太惊人了。那时间本身呢？我们体验到的时间流逝，物理学里的时间参数，在这个理论里到底是什么？你说过时间可能对应马尔科夫链的步数 n， 但这好像只是个离散的技术，跟我们连续的时间感不太一样。而且相对论里时间还会相对变化。对，时间的本质是这个理论需要重点阐释的问题。霍夫曼区分了几种时间：主观时间 I time，
这就是我们直接体验到的时间流逝感。他认为这源于意识主体自身的有限性，因为我们的观察通道 P 的容量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一次性接收到所有信息，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体验序列，由计数器 N 记录，来逐步构建对世界的认知。这个体验序列 S1、S2 到 Sn-1 就构成了我们的过去，而 Sn 就是现在。所以主观时间是我们作为有限观察者的认知过程的产物。一个假设中的拥有无限信息处理能力的意识主体，可能就不需要这种序列化的时间。有限性导致了主观时间出实在，而是意识主体网络为了组织和管理其内部无数个主观时间序列而涌现出来的一种高效的数据结构或界面。不同的物理定律，比如牛顿力学、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可能对应于这个界面在不同尺度或不同信息处理需求下的不同组织方式。时空的对称性，如欧几里得、伽利略、洛伦兹对称性，可能是观察者为了简化信息流而发明出来的结构。时空是对主观时间序列的管理界面。可以这么想，他还猜测时空的度量，比如距离和时间间隔，可能编码了观察者关于系统状态的知识或无知程度。这让人联想到物理学中熵和时空的关系，比如黑洞的贝肯斯坦熵与其世界面积成正比，以及全息原理认为时空中的信息可以编码在它的边界上。熵、信息、时空这三者关系密切。另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时间层级和质量的有趣想法。在意识主体网络中，可能存在不同层级的主体。高层级的主体可能是由很多低层级的主体组合而成的。高层级主体的时钟，它的计数器 N 可能走得比低层级主体的时钟要慢得多得多。时间流逝速度不同，对，我们人类宏观体验到的时间，可能就位于这个层级的顶端，它的流逝速度比最底层的普朗克时间尺度慢了大约10的40多次方倍。而这种时间流逝速度的差异，或者说不同层级之间的对称性破缺，可能就和粒子质量的起源有关。这又回到了质量和动力学时间尺度的联系。时间层级产生质量，这个想法也很新颖。总之，时间在这个理论里变得非常复杂和多层次，不再是那个简单的绝对的背景画布了。好的，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把意识主体理论的核心内容，从它对时空的质疑，到意识主体的定义、互动、组合、融合，再到它如何尝试通过投影来重构物理世界的粒子、力和时空，都梳理了一遍。这真是一幅极其宏大又彻底颠覆我们常识的现实图景。它还有哪些更广泛的意义？或者说，它有没有潜力去解释一些现有理论搞不定的大难题？这个理论框架确实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潜在解释和应用前景，尽管很多还处于比较初步的阶段。比如呢？比如在解释具体的粒子物理现象方面，我们之前提到，他认为粒子是 RCC 的投影，质量是熵率，自旋是 C 自旋。那它能不能解释更具体的实验现象？对，比如质子内部的结构。我们知道，通过高能电子塞瑟实验，可以看到质子在不同能量或者说不同测灿尺度下，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有时候看到3个夸克，有时候看到很多氦夸克和胶子。没错 ，COT 体认为，这可能就对应于我们观测那个代表质子的意识主体动力学时，采用了不同的采样窗口。采样窗口？对。就是你观察的时间分辨率、马尔科夫链的步长大小和空间分辨率，你关注的撞碎子集大小。当你用很小的步长对应高能量小尺步探测时，你看到的际链可能更倾向于呈现出周期性的 RCC， 它们的熵率 H 接近于0。这可能就对应着我们在高能下看到的那些近乎无质量的胶子。小步长看到胶子。而当你用比较大的步长对应低能量大尺度探测时，际链中非周期性的熵率 H0 的 RCC 就会显现出来，这就对应着我们看到的有质量的价夸克。
质子内部不同组分夸克胶子的动量分数如何随着测灿尺度、比约根标度 x 变化，原则上可以通过模拟这个采样过程来计算，然后和实验数据进行对比。这是他们未来计划要做的一个关键研究。用改变采样方式来解释质子结构的能量依赖性，这个思路很具体啊。那还有别的吗？比如希克斯机制，粒子是怎么获得质量的？他们也提出了一个类比，在高能量碰撞下，对应小步长或高温度采样 ，RCC 的熵率可能为0，粒子表现为无质量。但随着能量降低、步长增大或温度降低，动力学特性改变，熵率可以从0变为非0，粒子就获得了质量。这个过程和标准模型里希克斯场在高温下对称性恢复，粒子无质量，低温下对称性自发破缺赋予粒子质量的机制有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IONS 图21用熵率的变化类比希格斯机制。还有像暗物质，宇宙中有大量的暗物质我们探测不到，在这个理论里，暗物质可能就源于那些存在于意识主体网络中，但是没有被我们的观测采样际联包含进去的黑暗状态，或者是那些其动力学投影不对应任何已知标准模型粒子的 RCC。它们通过引力可能对应网络的整体结构或长程关联产生影响，但我们看不到它们本身。黑暗的意识主体状态。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物理学里一个很大的谜题，叫做真空灾变。量子场论预测，真空本身应该具有极其巨大的能量密度，但这和我们观测到的宇宙加速膨胀所对应的极小的宇宙学常数，一种真空能，差了大概1020个数量级。这是物理学最大的乌云之一。1020个数量级，确实是灾难性的不符。CAT 或许能提供一个思路。因为观测是通过采样机联进行的，而采样步长可能存在一个物理上的最小值，比如普朗克时间，这就可能自然地避免了对无限高频率模式的积分，从而避免了那个无限大的真空能贡献。用采样步长的下限来规避无穷大。对，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微子震荡。我们知道中微子有3种位：电子中微子、缪子中微子、陶子中微子。它们在传播过程中会从一种位转变成另一种，而且它们的质量好像也和位有关。这是一个已经证实的现象。CAT 认为，这可以用一种叫做弱周期性的马尔科夫链来建模。这种链的转移核 Q 和它的不变测度 μ 在长时间演化下，并不会稳定到不动点，而是会呈现出周期性的震荡。IOLNS 图22，核或分布都在震荡。对，他们猜想核 Q 的震荡可能对应着中微子位的转变，而不变测度 μ 的震荡，因为它和熵率质量有关，则对应着中微子质量在不同位之间的变化。用马尔科夫链的震荡来解释中微子震荡，这想法也挺巧妙的。除了这些对物理现象的解释，这个理论在更基础的层面，比如逻辑和推理方面，有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有的。他们基于这个框架发展出了一些新的逻辑体系，比如G逻辑。G逻辑，这个逻辑是建立在 G trace 这个概念上的。G 就是一个大的马尔可夫动力学 K 在某个子集上的投影，形成的一个小的马尔可夫核 L。G 逻辑定义了这些核之间的一种偏序关系 ，L 小于 K， 读作 L 是 K 的一个 G。它描述了一个观察者小核 L 如何作为被观察系统大核 K 的一部分而存在和进行观测。观察者是系统的一部分。这个G逻辑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它是一种非布尔逻辑 （non-Boolean logic）， 也就是说，它不像我们通常的逻辑那样，对任何命题 P 都存在一个全局的反命题 （not P）， 但是在局部，对于一个给定的系统 K，所有它的 G、L 却构成了一个布尔代数，可以定义与或非。全局非布尔，局部布尔。对，这被认为体现了量子力学里那种观察者参与性 （observer participancy）。观察者的状态，它本身是哪个 G、L 会影响它能看到或验证哪些命题。
有些命题可能在这个观察者的视角下是无法同时确定的。就像量子力学里互补的观测量吗？有点类似。他们还把这种逻辑和另一种基于概率测度的勒贝格逻辑 （Lebesgue logic） 联系起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保持结构的映射同态。这为理解观测和推理过程提供了新的数学框架，比如心理学里观察到的序贯可观测量，像著名的双眼紧张现象，给你左右眼看不同的图像，你感知到的会交替出现，无法同时看到两者。在这个逻辑框架下，就可以被解释为某些感知命题，比如看到图像 A 和看到图像 B， 不能被同一个观察者 G 和 L 同时验证。用逻辑结构来解释心理现象，这个跨度也很大。是的，这个理论的雄心就是试图统一物理、数学、逻辑、进化和心智。听起来确实潜力巨大，而且思考角度非常独特。但反过来说，这样一个颠覆性的理论，肯定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吧？不会所有人都买账吧？那是当然的。这样的理论从它诞生之初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几个方面。比如说，首先有人担心那个核心的 FBT 定理适应性胜过真相，会不会自我否定？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感知系统，包括用来理解进化论和做科学研究的认知能力，都是被自然选择塑造成只关心适应性而非真相的，那我们又怎么能相信 FBT 这个定理本身是真的呢？我们赖以推导出 FBT 的进化论，其可靠性不被质疑了吗？这确实是个有点绕的哲学问题。霍夫曼怎么回应？他在一些问答里回应过，比如 Q&A 14，他认为 FBT 是基于进化论 E 这个前提下的一个数学推论 ，E 则 FBT， 它的有效性取决于前提 E 的有效性，而不是依赖于我们能否直接感知到 FBT 是真的。我们相信进化论 E 是因为它有大量的证据支持，并且能做出可验证的预测，所以只要 E 可靠，那么逻辑推论 FBT 也应该是可靠的，即使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感知本身可能不可靠。这有点像说所有克利特岛人都说谎那个悖论，需要仔细辨析逻辑层面。需要区分理论推导和直接感知。还有别的质疑吗？还有人批评那个界面感知理论 ITP 过度依赖于他所批判的实在论，比如你用电脑桌面做比喻，但这个比喻本身就需要一个真实的物理的计算机存在在那里啊。你等于用一个物理实在的例子来说明物理实在可能不是真的，这有点循环论证的感觉。对，这个比喻确实有这个问题。佛身层面上，对意识现实主义本身的挑战也很多，比如它如何解释我们体验到的强烈的物体恒存性和个体化？如果世界只是意识主体的网络，为什么我们感觉到的物体那么稳定，彼此分明？霍夫曼回应过，认为意识主体的存在不等于物理对象的恒存性。还有，这个理论会不会最终导向唯我论，即只有我自己的意识是真实的？理论本身假设存在意识主体网络，所以不是唯我论，但如何验证其他主体的存在仍然是个问题。这些都是很经典的哲学难题。对于那个核心的组合难题，虽然霍夫曼声称用数学解决了，但也有批评者认为他的数学处理，比如组合定理和渐性极限，可能只是形式上的重新描述，并没有真正触及那个主观体验融合的本质，有点像用魔法打败魔法。霍夫曼当然反驳这种指责，强调他的计算是精确的，可以推导出整合信息等指标。数学模型是否等同于哲学解释，这本身就有争议。另外，一个很现实的批评是，这个理论在启发新的可检验的实验方面，目前看起来还比较贫瘠 heuristic sterility， 就是说，它更多的是在尝试用一种新的框架去重新解释已知的物理现象，而不是提出能够明确区分它和其他理论，比如标准模型或显论的切实可行的实验预测。有人担心它可能最终只是一种事后重构 post hoc reconstruction， 能不能做出独特的可证伪的预测，
这对任何科学理论来说都至关重要。是的，还有它和物理学界一些其他试图统一量子和引力的理论，比如弦论、圈量子引力的关系也不明确。比如著名的物理学家罗杰·彭若斯 （Roger Penrose），他也认为意识不是算法，和物理世界深层结构有关。霍夫曼认同彭洛斯关于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意味着人类理性无法被形式系统完全捕捉，可能不存在万有理论 （theory of everything）。但他不认同彭洛斯把意识和时空内部发生的某种量子引力过程，比如大脑微管里的量子坍缩联系起来的方案。霍夫曼认为，必须彻底跳出时空，才能找到意识的根源。所以他和彭洛斯既有共鸣，又有分歧。对，路径不同。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这个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大概会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个大的方向：一、计算实验和验证，这是目前最迫切的。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要通过大规模的计算式模拟来检验 CAT 能不能定量地重现已知的物理实验结果。特别是那个关于质子内部结构随探测尺度变化的预测，如果能模拟成功并与数据吻合，将是对理论极大的支持。反之，如果模拟结果与实验严重偏离，也将是否定理论的关键证据。用计算模拟来正面硬刚实验数据。二、深化理论基础，还有很多理论细节需要完善，比如要进一步探索那个G逻辑和 Liebig 逻辑的数学性质，看看它们内部是否蕴含着类似量子逻辑的子结构。研究马尔科夫线的粗粒化，就是把很多状态合并成一个状态来看，看它是否能提供另一种理解观测和投影的方式。在数学和逻辑层面继续深挖。但构建广义进化论，如果意识真的是基础，那进化过程本身可能也需要在一个更普世的框架下理解，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我们熟悉的物理和生物化学。霍夫曼设想，可以在意识主体网络上应用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概念：变异、选择、保留。但竞争的不再是物理资源，而是信息，比如主体感知通道 P 的容量，这种更基本的有限资源。目标是构建一个不离域时空的进化理论。在纯粹的意识网络上演化，这个想法更大胆了。四、完善物理联系。如何从意识主体网络更清晰、更严格地导出我们熟悉的相对论时空结构和物理定律，仍然是核心任务。比如需要深入研究那个与 G24 几何代数的联系，探索如何从中具体地导出洛伦斯变换、参考系这些概念。比如有没有可能把几何的状态数比例 Nm 和相对论因子伽马或速度贝塔联系起来？还有黑洞作为信息处理的极限，它在意识主题理论里对应什么？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时空这个头显界面通道容量的极限？这些都是未来需要攻克的难题。看来前路漫漫，但方向还是挺明确的。对，挑战巨大，但也充满了可能性。好了，我们今天用了非常多的时间，一起深入探讨了 Donald Hoffman 的这个既复杂又迷人的意识主体理论。信息量确实非常大，我们试着最后再总结一下它的核心思想吧。好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通常奉为圭臬的那个客观的、独立于我们存在的物质世界和时空，可能并不是宇宙的终极实在，它们更像是某种更深层、更基础的实在，也就是由无数意识主体构成的动态网络，为了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存和互动而生成或者投影出来的一种用户界面，或者说是一种高效的数据组织结构。这个界面、时空和物体的目的是引导我们的适应性行为，而不是为了向我们揭示那个界面背后的真相。没错，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科学研究的焦点可能需要从研究时空中的物质如何组合产生意识，转向研究意识主体及其网络动力学是如何投射或构建出我们所感知的时空和物质。从物质向意识，到意识向物质界面。对，这有这个 theorem 目前还非常前沿，很多部分带有推测性，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有些古怪或玄乎，
但它的价值在于，它尝试用一套统一的数学上精确的语言，去连接意识、物理学、进化论这几个原本势互割裂的领域，并且为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哲学和科学难题，比如身心问题、组合难题、物理学中的观看者问题等等，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更有希望的思考路径。无论你最终是否接受他的结论，他都强迫我们去重新审视一些最基本的假设，去思考现实到底意义是什么。这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的确如此，它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可能性的大门。好的，那么在这次深入探讨的最后，也留给你以及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开放性的思考题吧。如果我们现在所感知到的这个如此真实、如此丰富多彩、似乎坚不可摧毁的物理现实，真的只是那个本源的意识所能生成或体验的一种界面，或者说头显模式，那么在超越我们当前佩戴的这个智人牌头显的限制之后，那个本源的意识本身理论上还可能创造出或者体验到哪些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规则，拥有完全不同结构，我们目前根本无法想象，甚至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其他种类的现实或界面呢？感谢你收听本期的深入探讨，希望这次对意识主体理论的详细梳理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再见。